今日我哋嚟到新加坡嘅 Jewel Changi。歡迎收睇新加坡特輯嘅第一集。今日嚟到水源滔滔不絕嘅 Jewel Changi。以商場密度嚟講，香港同新加坡絕對係全球數一數二。而香港同新加坡一直都鬥得你死我活。近年香港移民潮持續，好多人都覺得新加坡成為咗既得嘅利益者，甚至有呢幅喺香港瘋傳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做主角嘅 meme 圖。Jewel Changi 係新加坡樟宜機場喺2019年落成啟用嘅新商場，項目由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出資，並由樟宜機場集團同淡馬錫旗下嘅發展商 CapitaLand 合資發展同管理。而喺香港方面，香港國際機場嘅航天城項目入邊，由新世界發展嘅11天空綜合項目，無論佢嘅定位啦，定係項目內容，都不得不令人同新加坡嘅 Jewel Changi 作比較。今日我嚟到新加坡實地考察，究竟過百萬尺嘅 Jewel Changi 有咩值得借鏡呢？而面積去到3個 K11 Musea 咁大，佔地300幾萬平方尺嘅新世界11天空，又可唔可以受惠於大灣區嘅發展，租唔租得出呢？定係會好似以前嘅 T2 咁樣，淪為大而無當嘅死場？先睇睇兩者嘅位置啦，一睇其實就知誰勝誰負啦。Jewel Changi 嘅位置係喺樟宜機場嘅 T1、T2 同 T3 嘅中間，用地原本係露天停車場嚟嘅，咁明顯就可以方便喺新加坡轉機嘅旅客啦。大家而家如果去新加坡，第一印象除咗係魚尾獅之外，就肯定係 Jewel Changi 嗰個噴泉噶啦。不過如果搭國泰或者搭 Express 嘅話，因為兩間都係喺 T4 營運啦，所以都要搭免費嘅 shuttle bus 嘅。Jewel Changi 最大嘅賣點頭先都講啦，係22米高嘅人工瀑布。如果你冇嚟打卡嘅話，都唔好話自己嚟過新加坡啦。呢個世界上最高嘅室內瀑布，唔知大家知唔知佢點運作嘅呢？首先佢其實係儲水儲咗喺 B3 嘅泵房啦，然後就經過隱藏喺商場拱形結構入邊嘅水管呢，將啲水由 B3 泵上去屋頂，再經過頂部嘅圓形結構啦，川流不息咁樣流落嚟嘅。而 Jewel Changi 頭先講啦，就係一個大商場嚟嘅，咁有6層嘅零售樓面啦，以後喺天幕花園嘅親子設施啦，好似橫跨花園嘅玻璃天橋啦、繩網陣同滑梯等等嘅。商場嘅旗艦商戶方面就有喺日本國外落戶嘅 Pokemon Center 新加坡啦，如果大家唔係去日本嘅話，都可以嚟新加坡行下嘅。咁另外香港人中意行嘅 Tokyo Hands 啦、Apple Store 啊，亦都喺機場入邊亦都有 Shaw 戲院啦，有個 IMAX 嘅影廳啦，亦都有超市啊、美食廣場等等嘅。咁喺食嘢方面就有快餐店 A&W 啦、Shake Shack 啦、壽司郎啦，甚至係 Burger and Lobster 啦都有嘅。而喺新加坡都好紅嘅Don Donki 啦，亦都將會喺 B1 開設一間新嘅超市嘅。咁順帶一提啦，如果你嚟到新加坡咧，新加坡 Donki 都可以儲香港 Donki 嘅會員積分嘅。咁面對 Jewel Changi 近乎全能嘅位置啦、佈局同設施，咁香港嘅11天空又點呢？咁由新世界發展嘅11天空項目啦，咁就包括有 office 嘅部分啦，都係叫 K11 Atelier 啦，以及預計喺2023年年尾開放嘅零售樓面嘅。11天空咧就係喺 T2 隔離啦。咁因為以前嘅 T2 就缺乏入境設施啦、行李處理系統等等，就為人詬病。咁佢本身大家都會戲稱佢係一個商場啦。咁而家11天空嘅位置咧就會係喺T2 同埋喺亞洲國際博覽館中間嘅，咁都會有行人天橋接駁啦。咁但係咁就 T1 嘅旅客咧就反而要經過 T2 先可以行到去11天空嗰邊，咁就好似有啲唔方便啦。不過都要睇未來2個客運大樓點樣分工啦。咁如果11天空主力係做大灣區嘅旅客，咁會唔會都安排 T2 係淨係做內地嘅航班呢？咁根據11天空已經公布嘅旗艦商戶啦，就包括好啱少女去打卡，而家都係北角 K11 Atelier Kings Road 舉行緊嘅 Art Museum 啦，兒童職業嘅體驗樂園 Kidsania 啦，以及以 Paddington Bear 為主題嘅 Play Experience 啦。Kidsania 同 Paddington Play Experience 都好明顯係以親子體驗為主題啦。咁但係似乎都係冇一樣係旅客非到不可嘅地標或者係一個商戶啦。咁根據已流出嘅內部裝修片段啦， Kidsania 都會有好似新加坡咁樣有個1:1嘅飛機模型會裝喺個商場度嘅。咁不過聖淘沙嘅 Kidsania 早喺2016年開幕啦，亦都係已經執咗㗎啦，喺2020年。咁香港就好似慢過新加坡7年咁樣先有呢個咁嘅飛機模型啦。
咁而11天空嘅定位，相信就想好似 K11 MUSEA 咁樣啦，開好多高檔嘅食肆啊，或者商戶啊咁樣。咁但係11天空嘅零售樓面係比 MUSEA 都話大3倍啦。咁就算商場1/5嘅樓面會做頭先所講嘅娛樂設施之外呢，其實其他樓面都要引入超過800間嘅商鋪，而其中有100間呢將會係餐廳嚟嘅，比香港城仲要大啦，似乎都好難維持高檔次啦。咁11天空其中一個可以考慮做咩呢？當然係需要一間巨型嘅 IMAX 啦，因為香港而家就係缺少咗一啲好巨型嘅 IMAX 嘅影廳啦，以及係為旗艦商戶提供一個好大嘅鋪位啦。咁好似 Jewel Changi 嘅 Nike 啦、Muji 啊、Tokyo Hands 都有一個跨層嘅巨鋪，非常之有氣派嘅。咁但係11天空更加要面對嘅問題係點樣要為個出租率跑數呢？咁就係翻去基本嘅問題啦。咁究竟香港幾時可以行0+0，可以吸引到旅客嚟呢？咁11天空另一個定位就係作為大灣區嘅樞紐啦。咁但係大灣區嘅澳門啦，其實一早已經通關招待緊內地旅客，而蘆氹一帶嘅酒店商場規模絕對唔輸11天空啦。而澳門嘅賭牌亦都落實由現有6間嘅營運商繼續做，政府都要求賭場投入更多嘅資源去吸引旅客。似乎11天空都好難同賭場鬥好喎。新世界旗下都有多個 K11嘅項目啦，以及2024年開幕同招商蛇口合作嘅太子灣 K11 Ecoast 嘅項目啦。咁究竟11天空嘅前景係點呢？都似乎都唔明朗。Jewel Changi早喺2019年已經開幕啦，捱過咗3年嘅 COVID-19 疫情，終於迎來收成期啦。而新加坡亦都開始計劃興建3跑同埋第5航廈，進一步鞏固新加坡作為亞洲航空樞紐嘅地位。不過你話 Jewel Changi 係咪完美呢？其實完全唔係嘅。如果你作為旅客，你曾經係 Jewel Changi 寄行李呢，你就知道寄行李嗰條隊呢係有幾痛苦噶啦。咁11天空嘅未來又會點呢？又會唔會係以 Jewel Changi 為假想敵呢？與其話係硬件或者租戶組合上面做配合，其實佢嘅角色更加被動。